带这样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一轮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特役少将厉正杰。一轮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是7号，一轮先预告，明天在8号的早上8点钟哦，这个是川普最新给的一个期限哦，说如果荷尔姆兹海峡不重启的话，他就要炸伊朗的电厂。好，我们再来看看他会不会再次的 tackle。好，那当然现在看到了美伊战情哦，很多人认为说啊，似乎好像有点越打越激烈哈。我们看到伊朗哦，现在发动的是真实承诺4的第98波的打击。好，但是这98波的打击哦，主要发动是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好，但是这次的发动哦，有一些重大的进展哦。我们看到伊朗的海军部队使用了巡航飞弹来击击以色列货船这个 SDN7。好，飞弹也命中了该船，引发了大面积的火灾。那美国的2栖攻击舰黎波里号哦，也遭到伊朗方面的打击。好，那当然，大家对于黎波里号一直有看节目的，应该会蛮了解哦。这就是美国派出的2支陆战队的远征队哦，有前往中东。好，那在荷尔姆兹海峡哦，这个黎波里号其实已经救了战斗位置。那它的突击舰里头有大概2200名的这个援兵。好，那当然现在说啊，已经撤退到了印度洋的南端。好，所以因为伊朗的打击哦，伊朗这边说哦，他们已经撤退了。那伊朗现在也威胁，像是对中东的数据中心啊，要发动进一步的攻击，那就回应美国空袭的威胁。好，这是伊朗的军方发言人哦，特别讲说，如果你美国啊是继续的在威胁攻击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伊朗就会对美国在该地的这个能源还有科技的基础设施来进行报复性的打击。那目前看到的是不是究竟是开战倒数呢？好，那如果是明天早上的8点钟哦，川普是履行他的承诺的话，好，真的时间也剩不到这个24小时了嘛，哈。好，那停火的谈判期限倒数，川普放话说轰炸伊朗所有的电厂跟桥梁，说除非德黑兰同意在停火谈判的期限前达成协议，否则哦将下令对伊朗所有的发电厂、桥梁等基础设施发起全面的攻击。好，但伊朗这边哦，似乎不得惊哦，说啊，请继续轰炸。好，我们看到川普其实呢，他就有特别讲说嘛，哦，这个希望伊朗的平民哦是有正积极的欢迎美国来攻击他们的国家基础设施。好，因为他们平民呢是为了摆脱教士政权的统治，那愿意承受电力跟基本服务的中断。好，我倒是不知道川普怎么样得到伊朗平民的讯息啦，但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今天是平民，我当然不希望国家是停电中断的嘛，那这样等于我的生活是有问题的。好，所以呢，听到了川普的话语之后，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的成员他就说川普就在胡言乱语，闭嘴哦，并不是适当的回应，就让他多说吧哈。没有什么比川普的情绪性发言更能揭露美国的真实本质。好，那也回应川普的威胁哦，现在伊朗是拒绝停火的，甚至组了人链保护发电厂。我们看到，这是伊朗表示他们暂时不会停火，也不会解封荷尔姆兹海峡。那他们提出的是10项要求条件，要求区域要永久的止战。那甚至更扬言哦，发动的是运动员组成的人链来保护发电厂。好，所以我们看到马上伊朗的运动部长就跳出来说了，他将召集所有的艺人跟运动员组成人链，包围发电厂来抵抗攻击。他们会手牵手高喊说攻击公共设施是战争罪。好，那确实啦，在战争罪里头是不能攻击公共设施的，但似乎现在也有听到美国有官员正在跟川普讨论说要把这些公共设施变成可以不用被这个战争罪包出的这个话语哦。好，那当然我们看到了川普的威胁，联合国现在有一些警告哦，说如果你攻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就会构成违反了国际法。那是否构成犯罪是必须要由法院来裁决，但任何对于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是违反国际法，这是非常明确的。好，联合国发声表态了。好，那川普说我不担心他甚至还强调说上帝支持美国的行动，甚至还批评了德国、日本还有南韩等盟友
不愿支持。好，所以他这个批评盟友也不是一天两天哦，最近他越发是频率越高的在批评他的盟友。那现在呢，伊朗是拒绝暂时停火的协议哦。那他们就说不想要让美军重整旗鼓，这是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说任何停止作战的做法其实都可能让伊朗的敌人重整旗鼓，所以他们拒绝美国跟以色列暂停这个停火的提议。那现在美国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又发出警告了，他说今天我们将进行这一次最大规模的打击以及空袭力道，他就说可能会一夜的摧毁伊朗。好，那当然这是一种预告。那现在川普就大声称说他们有获得情报，显示伊朗内部有民众是呼吁美国要赶快推翻现在的政权，换取自由。那表示美方的军事行动就是为了达成该做的事情，然后尽快的结束战争。不过伊朗的代表则是又反呛说川普的战争性言论可能会煽动恐怖主义。好，那这是伊朗的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就讲说，美国总统的战争性言论致函联合国来抗议川普的最新这个说法。他说这可能会构成对恐怖主义的直接煽动。好，所以对于伊朗还有美国的这场战争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呢？其实川普也罕见的脱口说美军撤离的原因他就讲说，反对战争的美国人其实很愚蠢。如果国内要求撤军的声浪持续高涨，美方终将逐步的缩减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好，其实有人认为川普是在为自己留退路了这个台阶慢慢在搭了。所以到底川普会不会退缩？恐怕看明天8号的早上8点钟，他有没有先退缩，其实就蛮明朗的。好，那当然我们看到了战情的部分，我们一样先问将军。川普确实是有退缩的这个念头的，跟这个想法。我想这个，因为他讲这些话这是第一次他在整个从228开始对伊朗发动攻击到现在为止，他第一次讲出这种退缩相关的言论。当然呢，他是将这个现在要退缩的理由甩锅给全国是说民意是如此，确实民意也是如此。我们看到川普现在的支持度，各家的民调不一样最低的有到31%，那有一些是到36%。但总而言之，大概大部分的美国民众来讲的话，大概都不赞成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因为第一个，美国老百姓最能够感同身受嘛。他第一个，他的通货膨胀，他的物价飙涨，他每天开车上班要花的油钱是非常多。再来如果说是这次这个飞官如果万一没救出来的话，我想美国老百姓一定是更加的沸腾，更加的反对。但是我们如果说是从军事角度来看的话，美国有没有能力再继续打下去？我们从几个细节来探一探窥你就我讲昨天那场的美军的这个飞官的救援行动，你就看出来美国没有能力打地面战。那你只是救一个飞官，你看他动员了。如果按照川普自己在记者会讲的，他第二波的行动就动员了155架的飞机，那他自己损失了大概12架的飞机，包括无人机在内，2架大型的C-130小的飞机，包括到所谓的 MH6那种小鸟式的这种特战直升机另外还有所谓的这个A10的攻击机就有的是直接被打掉，有的是自己自毁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光就一个这个飞行员，你就必须要花那么多的兵力。那试问一下，如果说打地面战的话，是不是更是如此其实打地面战跟救这个飞行员这个战术行动是有点类似的。你救飞行员，你是救飞行员嘛？那第一个我们看空降下去，你一定要成立一个空降堡这个形成四周防御防止这个伊朗的民兵发动攻击，你才能够去搜寻救这个飞行员。地面作战也是类似这种道理，你一定要有一个堡垒。那地面作战的范围跟这个困难度更高，因为你持续不停的要空降物品下去，在这种状态，你连救一个人都这个花费那么大的精力，牺牲那么多的这种战机，那你更何况是打地面战，更何况你要去挖人家浓缩铀，那个空降堡的范围一定要更大，作战的时间持续性会更久，后期的补给负担会更重。
这是第一个。我们从昨天来看，我认为美国没有能力打这个所谓的地面作战。那你夺一个岛也是一样，同样的道理啊，夺岛跟这个一样，你一定要形成一个滩头堡或者怎么样。那现在看出来，你这个没有这个能力建立一个空降或者是滩头阵地。再来，我们看这次美军这个迪里波利号撤退，你从这个动作也看出来，美军没有能力打地面作战。为什么呢？这个我们知道，两栖舰队如果说你要登陆来讲的话，你出来的那个两栖 AAV7的那个登陆舰，我们通常登陆船团要距离岸有一个距离，这是准则上面所规范的。就是说我大概就大船换小船的距离啊，大概是在30公里左右避免那时候我们理论是说避免被炮兵打到。我的这种登陆船团避免被打到。那第二个就是你登陆冲锋发起时间大概最多1个钟头，你就要冲上岸。但你看迪里波利号现在如果说是你要实施两栖登陆，你现在几枚导弹就把你逼退到后面。如果现在距离200-300公里之远，试问一下你怎么实施两栖登陆作战？再来你怎么通过荷姆兹海峡？我觉得这都是很困难。所以这2个动作你看出来，美军事实上是没有能力打地面作战的。好，赖教授怎么看？我们当然很希望这个战争赶快结束了但是侵略者要停下他的军事侵略行动，那这个战争自然就容易结束嘛。那我们都知道侵略者是谁，是美国跟以色列，他没有经过联合国，也没有经过安理会的同意，也没有先经过他们的国会的同意，他是没有先在国会讨论的所以没有经过国会的同意，没有经过国际这个安理会联合国的同意，他贸然的侵略。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对于川普来讲，要结束战争也就川普能够做得到。不过川普每天喊打，从10几天前就说我这是最后通牒，48小时不开通赫尔木兹海峡我就炸。过了2天了，又说我再给你5天，又是最后通牒，5天我又炸，又过了5天了。又说我再给你10天，最后10天我就炸，然后现在又再给他1天，那就是明天8点了。放养的孩子当多了以后，他的威信下降，他的口头的这种威胁，他的效果递减。你看台股今天涨了500多点呢，就是老型仔仔，没有人在乎川普在开记者会，也没有人在乎他在讲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台股会这么的旺？就是因为预估他明年8点还是不会打，不然的话台股今天就要反应了。那现在台股都完全根本不在乎了，那就是代表没有人把它当作一回事了。而且投资人最敏感。对，因为我觉得一个川普，一个美国的总统，把自己的国家、把自己的威望、把自己的实力演变到今天被全世界看不起、嘲笑，这个真的是情何以堪。一个堂堂美国真的是已经不太像话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您刚刚提到的迪里波利号还有林肯号，林肯号航母据说现在也脱离了这个靠近1000公里左右的战场，那迪里波利号也靠近这个印度洋，也是脱离了1000多公里左右的战场。这代表什么？代表它的地面战的这个要马上发动打击的可能性一直在下降了，甚至局部的地面战的能力也在下降。因为从这段时间以来，大家看到了，就是它的制空权并没有完全获得。既然没有办法完全获得制空权，它如果要发动地面战的话，没有空中的强大的这种掩护，地面战打得很累，而且损伤会很惨重。第二个呢，川普不是说伊朗已经没有空军没有海军了吗？可是您看到现在都是伊朗的海军在打都是伊朗的海军在打这个以色列的船。那这代表什么？伊朗的海军没有被川普嘴中说你已经被完全消灭了，没有，他还在，而且他还在打。这代表川普又在说谎。你到底什么时候要跟我们说实话？什么时候要告诉我们真正的战况是怎么样？都没有。所以很明显的，美国要发动地面战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了。好，现在川普撂的这个狠话，说明天8点，我要毁灭性的地狱般的降临。然后他的这个国防部长说一夜摧毁伊朗。我们要问你，川普现在还几枚战斧巡弋导弹？你还有几枚？上千座桥梁，上千座发电厂，你有几枚导弹可以打？不要吹牛了，你根本做不到。郝苑教授怎么看？我接着再骂一下川普这个是真的是什么胡说八道
像这几天看国际新闻，只要他一讲话，我完全不看的啊，不用看的啊，完全都是骗人的啊。那么我这边要强调，我上个礼拜7天前住在这边的时候，是真实承诺4的第88次攻击，今天到了98啊，7天10次啊，而且里面所发射出来的导弹呢，大部分呢名字都没听过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伊朗目前为止是行任有余啊，就是说他们做的事情一点都不匆忙啊，就是他们就是说是这个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啊。所以说你这边的话呢，这个川普这边讲的，就又什么乱扯什么桥梁日啦，什么电厂日啦，什么打的，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个无知人，我真的是要呼吁大家，遇到从美国回来的人呢，就是要嘲笑，就这个国家真正好玩到极点了，你知道吗？我已经大概有几个月没有碰到美国回来讲说美国好的，你知道吗？这真的没有碰到过，为什么说不出来啊？我跟大家讲啊，就几个重要的原因啊。首先，第一个，你打仗的时候啊，你不能够轰炸平民，你不能够轰炸学校，你不能够轰炸医院，你不能够轰炸历史古迹，这联合国有规定的。那你现在的话，完全来那个海克斯还是更好笑啊！他讲了就是要轰炸这个，你打人家的桥梁，打人家的电厂，你让老百姓那讲，那伊朗讲，那我们就回报啊，那你一样医院啊，什么学校这样的。然后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呢，现在伊朗的话呢，这个第98波的话，全部打到以色列本土去了。以色列不是很厉害吗？以色列的话呢，不是有什么铁穹啊、什么大卫弹弓啊，什么一大堆的，搞了个半天啊，弄了半天。伊朗的话呢，我只告诉大家一个答案：伊朗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啊，就是把美国引诱进来。你刚刚将军讲到说是你那个拯救活动啊，你吹牛很厉害啊，但你拯救2个人搞了多大的成本？2架 C135就已经不得了了，你怎么打得起呢？那第3点呢，我跟你讲最后一个消息啊，说川普退缩了，别紧张。退也退不了，进攻也攻不了，哎，川普一退缩不得了啊！整个中东地区全部是伊朗的啦，荷姆兹海峡在2月28号以前根本就是没事的啊，大家生活当中。那你现在的话呢，大家现在发觉说荷姆兹海峡，伊朗突然脑袋转通了，卖什么油啊？学巴拿马就行了，每一艘船200万美金啊，对啊，你就收这个钱就好了，不收就把你炮打沉啊，对不对？反正好了，另外的话呢，就是说美国要退的话，他怎么退？以色列会让他退吗？啊，他退怎么退啊？现在的话呢，大家都外头开赌盘，开美国玩笑。那个 Polymark 的赌盘讲说，美国会陆上登陆是99%啊！嘿，你不是喜欢赚钱吗？我最后啊，我要讲一句话，这个川普这个人真是无知到极点，你知道吗？哎，这个我们常常讲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啊。一个要刚强的人呢，装是装不出来的，你要没有欲望才刚强啊。那川普什么欲望？川普爱钱啊！他所以说他害怕国内的反抗的力量，他等到这个中期选举一过以后，马上下来以后，他不知道怎么混。所以说这种人当美国总统简直好笑，连这个国家都变得非常好笑。对，所以川普爱钱，我们其实大家这一阵子都有观察到那他到多爱钱呢？之前不是说，这个荷姆兹海峡跟他没关吗？我们等一下来讲，他到底现在又心心念念什么荷姆兹海峡？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现在伊朗是全面攻击，尤其目标针对的就是以色列。我们来看它是针对了以色列南部发动了飞弹攻击。好，说是在当地时间的7号，伊朗向以色列南部的贝尔谢巴、还有迪莫纳、还有阿拉德以及奥法基姆地区发射了新一轮的飞弹。好，相关的画面也曝光了，所以你可以听到，以色列的这个内盖夫地区也是拉响了警报。以色列的国防军他们有回应说，有侦测到伊朗向以色列领土发射飞弹，那防御系统也正在拦截威胁。不过伊朗这边宣称说以色列放弃了北部的城市，有承认失败。好，我们来看伊朗的革命卫队透过社群媒体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的炼油厂、电力设施、港口跟铁路等都被伊朗的飞弹轰炸。没有飞弹拦截的消息。好，这是伊朗的革命卫队说的。他们甚至也有在说伊朗通过放弃北部城市，所以实际上是承认了失败。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讯息并没有获得伊朗这边的这个相关的宣布，但是我们要看到目前以色列他们呢有在应对消耗战，也就是他们希望能加速生产飞弹的这个拦截器。
那国际媒体对以色列的拦截库存多寡其实有质疑哦，所以部分的分析家更指出哦，飞舰拦截器出现了一个短缺的状况。那以色列的国防部也说，在跟伊朗交战之际哦，他们计划要加强的快速生产飞舰的飞弹拦截器。那现在以色列对于伊朗哦，持续还是用斩首行动哦，因为我们看到相关的讯息，就是以色列有宣布他们击杀了伊朗的特种部队指挥官。好，他们是说这位指挥官是革命卫队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叫做哈德米。那随后晚间哦，又在加码公布了说，精锐特种部队圣城部队的作战单位的指挥官巴盖里也在同一天被击杀，所以不断的又以斩首的行动哦，在解决伊朗的高层。好，那川普这边哦，也是再 PO 了突袭德黑兰的影片。好，我们看到是哦，福斯记者哦有特别讲说，在这一次的空袭当中，就是突袭德黑兰的这一场空袭里头。哦，他们也击杀了超过50名聚在一起的伊朗领袖。好，但是这个消息在德黑兰这边尚未证实。那以色列这边哦，也是第2次的再度打击了南帕尔斯的天然气田，好，摧毁了伊朗革命卫队的印钞机哦。那我们看到相关画面是在6号的时候，以色列2度的攻击伊朗的南帕尔斯的天然气田跟其附属的石化园区。这不仅是维持伊朗平民供电的来源生命线，也是他们出口收入的关键来源。那对南帕尔斯的攻击，对伊朗而言就具有极大的挑衅意味。好，所以大家就想了，这个接下来伊朗还会有什么相关的对等报复行动呢？那现在伊朗有控诉说啊，美国跟以色列轰炸核设施，冲击到核燃料的回圈关键组成，这是伊朗的原子能这个组织所指控哦，说美国跟以色列啊对伊朗的中部一处黄饼生产的设施发动了攻击。好，这个举动他们认为就是对伊朗核燃料供应链的直接打击。那当然哦，对于核的部分，大家就会觉得非同小可啦。好，那这个设施哦是位在伊朗的中部，好，是伊朗核燃料回圈的关键组成部分，它负责处理的就是铀矿的原料。好，如果如伊朗这个指控是属实的话，就代表目前美国跟以色列还是持续的在对伊朗的铀部分来进行攻击嘛，好，那川普呢，大家就想说啊，现在他又开始在威胁了，主要就是因为他的记者会上面哦，有人觉得他蛮火爆的啦。那这个记者会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救出了救出了飞官嘛，那他就说了哦，这个出动了超过是170架的军机。他说，在营救第1名的这个飞官行动当中，是出动了21架的军官。好，那在营救另外1名飞官的任务当中哦，动用了多达155架的军机。那在执行任务期间呢，有2架的运输机是陷入沙地之中，无法脱困，所以最终被迫就地的炸毁。那他在这场的记者会当中讲了蛮多的细节，甚至他还讲说啊，这泄密者其实已对军事行动造成了干扰。那他说，由于泄密者泄露消息所以让行动变得很困难。那他说，正在极力的找出泄密者。那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如果不说出消息来源，他就威胁记者要去坐牢了哈。但是我们记者这个正规的状况就是我们不能公布消息来源哈。那会不会川普自己就是这个泄密者呢？不知道。好，那当然，伊朗的这个肩扛飞弹击中了美国的军机。那这是伊朗官方证实说，美国执行救援行动当中，其实有跟伊朗的军方发生了激烈的交火。那过程当中，伊朗部队使用了肩扛式的飞弹，击中了1架美军军机，但是该部队随后立即遭到了美军跟其他军机的锁定，而且集中火力反击，所以最后导致了4名的伊朗军官是当场阵亡。好，所以呢，整个讯息虽然呢看起来现在有点乱但是呢，目前可以看到就是伊朗对于以色列的南部确实真的是狂轰，而且似乎以色列也有点东北调啊。好，我们来问将军。我不得不佩服我们的老祖宗孙子3000年以前他对这场战争，他已经很多在他《孙子兵法》里面都已经预言到了。他有一篇里面他特别讲说，对敌人的指挥官要
怒而饶之。如果这个指挥官容易乱发脾气的话，你就想办法要去激怒他。当一个人一旦被激怒之后，他的这种战略研判来讲的话，就会失去理智，完全就会由于情绪的一个判断，那就会造成自己失败。所以他有一句话叫怒而饶之，悲而骄之，亲而离之。那现在看川普这个情形，是不是已经被激怒了？所以连脏话都骂出来，在记者会前面都可以骂脏话，用很粗俗卑劣的话在骂。代表说，川普已经失去了理智。当一个人失去理智之后，他后续的判断可能这个该听进去的话就听不进去，那不该听进去的话，他会这个纯粹按照他情绪来做下达一个他战略的决心。如果按照这样的话，他可能后续来讲的话，可能一错再错。那我先讲一下以色列这个以色列。现在目前，如果按照以色列自己参谋长讲的，他已经快崩溃了哈。我这边讲一场以色列在上个月月底这个爆发跟黎巴嫩真主党一场战役。这2天大家有没有听到以色列对黎巴嫩南边有没有发动什么战争？没有，他被打趴了，是以色列被打趴了，是40年以来40年以前，这40年中间以色列没有遇过那么惨的败亡。他被歼灭了多少？他被团灭了21辆梅卡瓦坦克，在这场战役里面被团灭掉。那谁打的？黎巴嫩真主党打的时间是在3月26号那天。3月26号那天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在一个地方叫做坎塔拉这个小镇这个小镇是在黎巴嫩的南部，那地形非常复杂，这有山。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就想要把这个推进去歼灭黎巴嫩真主党嘛，因为他怕黎巴嫩真主党这个趁着伊朗在攻打他的时候，黎巴嫩真主党对他发射火箭弹，所以他派了一个这个装甲师进去。这个师是哪一个师呢？36师第7旅就进去了，准备去歼灭黎巴嫩真主党。但是没想到黎巴嫩真主党这个地形他很熟，他在这个地方布了一个口袋等在这个地方，然后每个阿兵哥身上带了2种武器，一种就是这个伊朗做的长钉式的反坦克飞弹类似我们台湾讲的话叫做标枪飞弹了这以色列自己叫长钉飞弹，类似那种肩扛是一个阿兵哥扛了就可以发射的。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从俄罗斯或者是伊朗给他们的那种反坦克的导弹。那以色列很明显的轻敌那每一辆战车我看那段影片，没有一辆战车装上对无人机的防护所以他就这样进去了，这很明显的进去。但进去这个山谷之后，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先打掉前面那4辆。打掉前面的4辆，后面的这个没办法再前进，再打掉后面的那几辆，你也退不了。在中间那边冲进去以后，用这个监射式的导弹还有无人机，总共干了21辆的战车，梅卡瓦坦克被干掉。那我觉得这场战役之后，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边讲以色列就放弃了北部城市，道理在这边，因为吃一场很严重的败仗。是，好，赖教授怎么看？以色列它不但高空的舰式的防导系统不够了不管是发射装置不够，导弹也不够，它连低空的末端的这个铁穹它也不够了，那它怎么办？它的武器防卫性的武器都不够，那它只能选择具有军事价值的基地或者是装备设备人员来进行保护。那对于平民百姓呢，民生设施呢，还有他们的工厂呢，它就没有办法再保护了。那没有办法再保护的情形下，我们看到它的海法，因为它距离这个黎巴嫩很近，它是最靠近黎巴嫩北边的一个海边的城市。那对于黎巴嫩的真主党来讲，这个就是机不可失嘛。是机不可失，他们就大量的使用其实是蛮落伍的、蛮陈旧的这些火箭弹，而不是用很先进的导弹去打。那这个打就可以造成，因为你的铁穹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帮他们拦，那你当然就是任由百姓被打。所以你会看到老百姓的住宅或者是他们的民生设施、他们的工厂开始残破，然后开始一个一个被打。那伊朗打的是有价值的军事目标，所以伊朗它采用的是中程的弹道导弹，速度快、威力大、精准度高。那有的被拦截，可是它的穿透力也高的时候，以色列的军事有价值的东西被打掉的几率就越来越高了。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相互不断的一个交战在拉扯的情形下，对以色列来讲，要赶快的生产这些武器弹药，特别是舰式的防空的导弹。为什么它并不优先生产这种铁穹的，而是要发展这种高空的？那主要还是针对伊朗来说，也就是说，以色列已经承认了，他现在不知道
伊朗到底还有多少导弹。他之前估计伊朗应该没有多少了，可是很明显的他的估计错误，他们的军事情报没有政治情报那么的灵通。那既然军事情报没有政治情报那么的灵通，他们对伊朗到底还有多少实力抓不住的情形下，他们赶快只好这样生产。可是问题就在于说你缓不济急，那因此川普又提出来说休战45天什么，那个对伊朗来讲的话，我才不给你喘息的机会了。我怎么可能？我现在打得正顺手，我怎么可以让你喘息？不过还是应该要指战。最后一个，我觉得飞行员的挽救啊，一方面是因为伊朗的装备设备被制裁了3、4、5年到50年落后了。第二个，美国的装备比它先进，可是这次能够救出来的话，坦白说还是来自于运气了。运气实在太好了，只差那一步。好，接下来问教授。我在这边强调啊，这场战争打到现在有一点，就请大家注意啊，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美国是有一点搞不清楚，以色列是非常清楚，但以色列真的是没有想到发生这种情况啊。首先呢，讲到这个黎巴嫩的话呢，这个首都叫贝鲁特啊。黎巴嫩的南部的话是真主党，真主党就是巴勒斯坦的游击队啊，在那边久而久之的话，待在那边啊，拥有这个实际上的投票权。这个真主党的话呢，赫兹波拉啊，原来在黎巴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是一个很合理合法的一个政党啊，他们有票在这种情况下，但是呢，他有自己的武装部队。那真主党的话呢，有一点在这个大概是在这个几年前吧。啊，在2014年还是2022年的时候，跟以色列签过和平协议，打过平手啊，是唯一的例外啊。这种情况下，那这个以色列前阵的话呢，也讲到说，真主党已经被没有任何的反击能力啊。但是这一次的话呢，突然出现的话呢，他们对于这个对这个，因为他是在黎巴嫩嘛，就是在这个对以色列的北部的，尤其是海法那一带进行的攻击非常厉害，然后配合了这个伊朗这边的话呢，也就攻击用他们那个长程的那个超音速导弹攻击了以色列南部，所以以色列现在的情况的话，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惨啊！我相信跟加沙差不多，但是没有照片出来，因为以色列规定封锁了，反正有照片出去就坐5年牢，所以没有人敢这个贴出去的照片。但是大家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前阵子我相信你这边看到了。这以色列直接攻击贝鲁特的医院呐，疯了！贝鲁特医院就是说那个发疯的打击啊，因为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啊，把这个整个楼都炸垮，好像就是这个荧幕上你现在看到的，就在打这个照片。那么另外的话呢，以色列的话呢，他2个最厉害，一个是这个摩萨德暗杀很厉害啊，这边所以伊朗的军官都杀掉了啊，另外他防卫很厉害啊，就。结果后来发现这2项都没用。首先，第一个，伊朗的话呢，他们全部都所有的指挥系统都去中心化，你杀谁都没有用啊，杀谁都无所谓啊。那么对于一个宗教性质的这样子一个组织来讲的话，那么大家死了。刚刚我们上台报道那个找艺人啊，还有找什么知名人士来搞人肉链的，对运动员的且大家不活了啊，这个是美国没有想到的。那现在的话呢，美国跟以色列之间加在一起的话，所以我刚刚讲到啊，把这2个消息合在一起啊。美国走不了啊，以色列不会放手的。以色列不要放手的时候，美国跑不掉的。美国现在要走的话呢，你就等于是把整个中东地区的权力真空全部交给伊朗了。原来伊朗没有这么高调，你现在这一下子不得了，伊朗的话呢，变成中东的大霸王啊，不是小霸王的。那你这样形成的结果，所以有人认为这个美国自作自受嘛，原本没有这样子的，你只要把局面搞成这样子，陷入了一个困局。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持续来关心哦。现在伊朗的军队有说，他们打击了沙烏地阿拉伯跟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好，你可以看到，他们说啊，是使用了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在沙国海尔季绿洲的军事基地，还有位在科威特乌代德的直升机空军基地哦。好，那当天呢，伊斯兰的这个共和国军队也发布了美军乌代德直升机基地遭到打击之后的卫星图哦，你可以看到画面上就是这样。好，那当然这个影像显示哦，基地有8个目标被击中，好，包含是住宿大楼、装备仓库跟直升机维修机库等等哦，所以这8个还用
黑色的点出来了。好，那沙国的大型石化工业设施遭到大范围的打击，那美资参与的朱拜勒工业区也传出了爆炸。好，这是伊朗的这个通讯社所报道说，位在沙国的东北部有个朱拜勒工业区，好，当天发生了剧烈的爆炸。但据了解，说该地区遭到了大范围的打击。那由于该工业区有大量的美国资本参与的石化设施，所以朱拜勒工业区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城之一，拥有密集的石化炼油还有化肥的生产设施。那也是沙烏地阿拉伯乃至全球石化产品供应链的一个核心节点。那报道就说啊，这次袭击针对的就是具有美资背景的关键产线。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现在啊，所有跟美国有相关的，通通都是他们的目标。那现在呢，要讲到的就是荷姆兹海峡哦，因为一轮刚才不是讲吗？这个川普毕竟是商人哦，有钱的地方怎么就没有他呢？一定有他嘛，哈。好，我们先看伊朗现在是允许兄弟国家伊拉克通过荷姆兹海峡。彭博说啊，这虽然目前仍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但至少伊拉克获得恢复海运出口的机会。那这个决定理论上每天就可以释放出大约是300万桶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好，那之前一轮才说嘛，他不是这个川普才说你们要油自己去拿结果呢，现在他又提了一个震撼的提议，他说非伊朗，美国我们才应该征收荷姆兹的通行费哦。他是在白宫直接发声啊，甚至还反问说那我们收过路费怎么办？随后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图他说我宁愿收费，也不愿意让他们收。所以川普就是这样，藏不住话嘛，然后慢慢就会讲出自己内心的野心就是如此。好，那当然荷姆兹重启无解川普政府进一步退5步这个恐怕会陷入一个伊朗的陷阱。华尔街日报说啊，这个川普有向幕僚透露，即使伊朗继续封锁荷姆兹海峡，他也愿意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好，那专家直言说伊朗对于荷姆兹海峡的实质控制就是他们这个国家最强大的武器了。好，对全球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迫使美国单方面的让步，缓解来自金融市场的压力。好，那当然，因为这个现在有说中国是反对授权动武来打开荷姆兹海峡好，我们来看到这是联合国安理会预计今天要表决是保护荷姆兹海峡商航的安全一个议案，但具有否决权的中国就反对授权动武，所以草案几经修改之后，这内容已经大幅的淡化，而且不具法律的约束力。那我们再看到英国的海事情报就有说荷姆兹海峡通行其实出现了南北的双通道当然一个就是荷姆兹海峡，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阿曼海岸的南部新通道那从4月2号启动之后，其实只有3天就进入了多船协同的一个通行的阶段。那我们刚刚这个苑教授也一直讲现在川普是陷入一个两难的局面，确实像是以色列总理就劝川普不要在当前阶段跟伊朗达成停火协议真的很拉扯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很难抉择那伊朗让美国很难受打也不是，退也不是金融时报说这场史诗怒火的开场现在越来越被动美国军工企业的开心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开心，但是多数美国民众因为油价上涨并不快乐随着中期选举逼近川普的压力也很大，伊朗透过不对称报复不紧不慢的拖住美国，那也逼迫他们做出更多的妥协让步。伊朗的消息人士说如果美国展开了地面军事行动，将由伊朗决定如何收场好，所以到时候主导权就不是在美方这边了。好，我们先问赖老师怎么看目前的局势？伊朗现在还是在兑现执行他的承诺就是说你打我什么我就打你什么。那我们知道昨天您也看到了这个美国也好，特别是以色列打了伊朗的石油设施尤其是石化工业的设施。刚刚又介绍就是说打了他对伊朗来讲经济命脉很重要的这个石化工业的这些基地。那伊朗马上就回给这个美国颜色，不管是沙特等相关国家的美资的石油化学公司也就遭受到攻击了。那这个就代表说，伊朗现在他希望美国人相信，就是我说到做到，我一定会兑现我的诺言，所以你怎么对我，我就会怎么对你。
你如果打我的发电厂，我就会按照我之前的承诺，对于你的18家公司进行攻击，对于海湾国家的6个国家，它的海水淡化厂进行攻击，对他们的石油设施，对于他们的连外桥梁，尤其是你第5舰队的连外桥梁，我都会进行攻击。那伊朗这样做的目的，主要就是要让美国完全相信他说到做到。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伊朗到今天为止，从开战之日到今天，那他都做到了。那这一点就变成是可信的了啊。那接着就是他还有多少导弹，因为你打到最后如果没导弹了，那你就不可信了。可是问题就是现在因为没有人估计伊朗还有多少导弹，所以他到现在所作所为都还可信。可是我觉得川普的这个要在赫尔木兹海峡收费，这个是绝对不可信，而且把它当成一阵风。为什么？因为意义不大。原因第一个就是你要在这个赫尔木兹海峡收费，你首先必须要打通赫尔木兹海峡。那你要打通赫尔木兹海峡，你就要把伊朗打败。可是你到今天打不败啊，大家都看到你就是打不败啊。你怪东怪西，怪日本，怪韩国，怪澳大利亚，怪德国，怪北约，你怪东怪西，就是说你们都不来帮我去打通赫尔木兹海峡，又想扯那个丢烂摊子，说你欧洲、欧盟，还有你这个海湾国家自己去解决。为什么？因为你无能力解决嘛。好，你不能打通，不能打通你就收费收不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要不要长期驻军在阿曼？然后开始对于所有的过往的船只，要不要进行开始检查了？你要扣押，要临检，然后要收费。第三个就是，如果我不收费呢，你能对我怎么样？如果我的船要经过你，我就是不缴费，你把我打掉吗？你打掉你就违反国际法，你等于是跟全世界为敌，跟联合国为敌，跟所有的国家为敌。这个哪岂容你傻也？所以川普讲，伊朗可以收费，我美国人为什么不能收费？伊朗当然可以收费啊，因为伊朗是被你侵略，大家都知道他被你破坏、被你压迫，他不得不采用这个手法的目的是要你妥协。如果你今天撤军了，伊朗还可以收费吗？如果你今天撤军了，伊朗还收费，那可能很多大国就会站出来了，甚至中国大陆、俄罗斯都会站出来说不行哦，这个费用不能收了，已经撤军哦。那这样的情形下，我们看到结果会是不一样的。所以川普，你不要忽悠了，你收不了钱的1毛钱都收不到。好，苑教授怎么看？那川普根本是在做梦嘛，对不对？胡说八道吧。他为什么能够说到？苑教授，你今天3节都讲他胡说八道。对，不是我经得起检验，是对不对？我在台大教书嘛，经得起检验嘛，对不对？我先给大家解释为什么他胡说八道，为什么他收得到关税。因为关税它是有实质控制整个世界的购买力，美国人买你要出口，那你就得被我抽关税，就这个道理啊。这回台湾怕得要命，日本怕得要命，因为什么？我们要出口嘛，想要获得美国的生活水准，那个有以物易换美金啊什么的，这个是关税嘛。但是现在荷姆兹海峡的话呢，它里面所做的位置是伊朗实质控制，我必须强调啊。你用这种不文明的方法发动了战争，这个战争只会使人类的文明倒退到丛林原则。这里面的话呢，我跟你讲哈，这个伊朗要打击整个中东地区所有美军在的地区，有什么沙特啦、科威特啦、巴林，因为这些戴着墨镜开法拉利的那种阿拉伯王子都没什么用处了啊。然后另外的话呢，第二点的话呢，伊朗会攻击所有这些王子读大学，因为他不像我们那个时候愿意辛辛苦苦跑到欧美地区去留学啊，他们基本上又不想出国，叫美国的好大学都开在中东，这有多少所大学你知道吗？根本不能想象啊！那么这些大学都会被攻击，所以现在都不用上课了，要改成像疫情一样的啊。另外的话呢，就是科技公司有18家科技公司一定会打，绝对会打，因为这是美国的资金。为什么？因为美国要的资金就叫中东那边。要中东那边的国家来出这个钱，所以中东那些有钱的国家原来以为请了门神，结果变成瘟神啊！因为久了美国就倒霉了。然后伊朗也会攻击美国的外交单位，最近在这个巴格达的这个领事馆也就被伊朗的飞弹攻击了嘛。那另外的话呢，你跟他讲的对，所有美国资金所生产的单位，只要一有的话呢，那伊朗都会攻击。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对于中国的立场来讲，联合国本身是一种君子之交啊。那
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以色列的那个驻联合国代表拿那个小的脚趾机把联合国宪章都给搅碎了，对不对？联合国还要制裁什么东西啊？而且你要叫什么美国人啊，或者美国盟邦啊，跑到赫尔木兹海峡去那边去，防止它什么打开什么的。那你要在那边呢？你知道赫尔木兹海峡实际上那个连土地到这个船的距离不超过5公里，你就2次大战的炮拿起来轰一轰，那些船都完蛋了，谁敢过去啊？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谁离得近谁就来啊！现在伊朗就想通了，我要卖什么石油啊？就收钱就好了，对呀，就跟巴拿马这个更不用，就大家估计这样一年可以按照理想来讲啊，我不是讲实际收，大概收到8.7万兆，那还卖什么石油？那基本上就是你要卖油的话就用这个。那大家现在整个生活中都苦哈哈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中东的石油赫尔木兹海峡它不出来以后呢，没有船敢去试自己能不能过关，一定要事先联络很多人。那大陆的立场，它是从一开始到现在，我还没听过哪个大陆被刁难的。这个船的邮轮的情况下，所以说大家只要能够避免这个麻烦，那个美国，我跟你讲，我甚至怀疑伊朗就是故意要让美国哈得像小狗一样那边流口水啊。好，将军怎么看？美国现在确实，川普是陷于进退两难了哈。他自己打这场仗，我们看出来他是莫名其妙被以色列这个绑上战车去打这场仗。现在以色列就已经讲了，纳坦雅胡讲得很明白嘛，就很怕川普就抽腿不打了哈。那他说是叫美国一定要把这场仗继续打下去。为什么讲他进退两难？第一个，我们讲说你要战的话，要战第一个制空权、制海权，对不对？地面作战大概陆海空3个。我们看制空权很明显的，这次你只是为了营救一个飞官哈，就大家都注意到那个飞官被救出来，但是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伊朗的地对空的导弹？美国川普自己讲了，他只是监射型的对空导弹。就可以把你 A10这个战斗机给你打，攻击机把你打下来，把你 F-15E 的战斗机打下来，另外还有打了好几架的这种，包括无人这个 MQ9 无人机我想甚至于这个小鹰的那种直升小鸟那种直升机也被打，可见的伊朗本身还保有它的制空权嘛，这是第一个，它还有制空。第二个我们讲制海刚刚讲得很明白了，对不对？以色列。伊朗现在来讲的话，它的海军，它发射的导弹还可以击中以色列的这种油轮，甚至于还可以把你的包括到迪利波里逼退，可见的它还有制海权。但是它只要守住海岸这个之外，大概距离海岸线，它大概这个20公里之内让你的登陆船没办法靠近的话，你没有办法靠近，你就没办法实施2栖抢滩登陆。那再来我们讲这个在陆地作战。那刚刚也分析过了，你抢救一个大兵，你就大费周章的，你连建立一个空投堡的能量都没有，那你怎么去制陆作战？这战你没办法战。我们讲谈好了，谈现在来讲，双方虽然说包括巴基斯坦提出了所谓的45天的停战，我跟你讲，伊朗不会上当。你知道第一次中东战争怎么打？第一次中东战争就是我们讲的以色列建国战争。那个时候以色列一宣布要建国，周边的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去打他，打到他快趴下去站不起来了，你知道？那时候以色列快不行了，那时候这个美国出面就喊卡，大家来停战停战1个月，这个1个月停战，大家休息一下。就这些阿拉伯国家认为说，停战我们已经这个胜券在握了，就答应停战，你知道？就没想到利用这个以色列利用停战的这段时间，从美国包括到他们犹太人在美国服兵役的。那美国是连人带武器一起送回到，就是他只要把战车那个原来是美军的那个，把它喷掉，改成以色列国籍，就连人包括那个驾驶兵、战车兵就一起送到以色列去，包括战机把那个战机那个原来美军战机的符号给它军徽给它涂掉，改成以色列的军徽，就连人带战机一起回到以色列。结果停战结束之后，这个几个阿拉伯国家联合就被打垮了。那我试问一下。那这个历历在目在这种状况之下，你想伊朗有可能让你停战45天吗？